来。方才险些被几个杂碎扰了兴致，多亏姑娘路见不平，出手相助。那些狗贼欺软怕硬，只知道欺负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。我等习得一身武艺，除恶扬善本就是应尽之责，也是我辈浩然正气之风采。哈哈，说得好，姑娘这般女中豪杰，我平生仅见。我也没想到，在京城居然还有兄台这种赤诚之士。今日相识，实为幸事。来。别捣乱。看来兄台这匣中并非俗物，竟能与我的枪气机合鸣。姑娘好眼力啊！所谓雄剑藏玉匣，匣气百岁剑。此种宝剑，你有10年未曾出匣。养剑气？没错，我这10年剑不离鞘，鞘不离匣，匣不离手，日夜以气机滋养，只等剑气大成，破匣出鞘的那天。为何如此繁复？行走江湖主要讲究一个便利。莫非兄台这匣另有玄机？怕落灰。果然不同凡响。兄台养剑10年，想必此剑不出则已，出则锋芒万丈。有朝一日定有大用。我与人约有一战，这一剑便是为内人准备的。此人定是十恶不赦之徒。那我就祝兄台得偿所愿，击杀仇人。程姑娘美言。姑娘这枪看起来也非凡物啊。好眼力！此枪乃天玉神铁打造，锋利无比，无坚不摧。哪怕是4品武夫，也不能轻易将其破坏。哦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正在苦练功法，只为有朝一日能与仇敌决战。姑娘如此气概，手刃仇敌不在话下。托你吉言。只是不知兄台的剑和我的枪孰强孰弱呀？这有何难？待我斩杀了恶徒，你我或可切磋一二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四舅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今夜风大，如此方能万无一失。哎，大哥，你抓住引线，千万不要松手，马上就好。你大哥办事你不放心吗？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那你不放心找你爹去啊！许仙。
公主，公主，小姐，好多的灯啊，你快来看！灯，许郎，小姐快来！可如此招摇，不是他的作风啊。小姐，你看有字啊，没错了，小姐，梅溪桥，就是你和许公子定情之处。这么多道，你说他得多思念小姐你啊，肯定是恨不得把之前错过的时间都给补上。讨厌，你这丫头，需要拿我说笑。是是你啊，公主啊，你以为是谁呢？龙虎小筑，我怎么回这儿了？我怎么回来的？我记得我好像去了徐府，好像还见着了许七安。的确是许大人送您回来的。真的，他没死啊？是的，许大人事前吃了司天监给的脱胎丸，大难不死，逃过一劫。我不是修书给您了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公主，哎呀，您别太激动了。大夫说啊，您是劳累过度，如果情绪波动太大的话，恐怕又会像昨晚一样昏厥了。我昨晚昏厥了？哎呀，许大人，这公主怎么了？无妨，看过大夫了。公主只是劳累过度，歇息2天便好。啊。许大人就这样把你抱起来，放下，然后又抱起来，又放下，然后又抱起来，又放下，就这样一直抱呀放呀。说重点。重点就是，公主无论如何都不撒手。好在这个时候呢，许大人想了一条妙计，将他自己与我替换，这才得以脱身。我那是因为，因为赶路太累了，被噩梦掩住了，所以才这样的，没有别的原因。公主，你醒了！这帘子拉下来，他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许大人说是要等你醒来再走的，昨晚一直宿在客房，丢死人了。我刚才明明听到公主声音了呀。许大人是不是听错了？这公主一直睡着，未曾醒来。行吧，我最近升级了一下鸡精配方，这饭菜你先保管一下。公主昏睡多时，醒来肯定负荷难耐。什么声音？没有声音啊。许大人是不是耳鸣忘听了？哎，许大人，您说您公务繁忙，也要注意多加休息啊。多谢关心啊。对了，刚子，你这会儿方不方便？我有个事情想请教一下。啊，方便。不方便。我是说，许公子要不有话就在那说。也行。这公主不是去远游了吗？她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公主是不是公主前几天回来的。那既然回来了，公主为何没召见我呀？还有啊，
我昨天想了一夜，我都没想明白，公主昨晚为何形容狼狈、衣衫褴褛，身边连个随从都没有？哎，这公主还不是因为，那还不是因为公主迷路了，还遇到了一帮匪徒。匪徒？对，哎呀，这匪徒可凶残了，还就知道掐人啊！这公主可是整整跑了3条街，还好公主福大命大，英勇过人，这才甩掉了一劫，找到了许斋。难怪，公主一见我便哭着跑上来。那匪徒可有抓到啊？徐大人放心吧，这匪徒已经都一网打尽了。那就好。我还以为想来公主那样，定是受了惊吓。啊，许大人以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公主没事便好。我还有事先走了，公主醒来劳烦转告。许大人慢走啊。公主，许大人走了。你怎么让他走了？不是您，这才刚刚问到重点上呢。重点？那奴婢这就去把他请回来。行了，人都已经走了。公主醒了。许大人还有何事？不，我刚才明明又听见她声音了呀。公主她，公主没有醒过来呀。好吧，方才忘说了，这个鸡精是纯天然食材制成，有赏味期限，尽快食用。劳烦转告一下。许大人放心吧。走了。公主，这许大人既然回来了，你怎么又不问了？你这个憨货，时机已过，这种事情哪有追着人家问的道理？大哥，你能不能安静点儿？你都哼了4首歌了。你别管我了。哎，你这朋友今天不会又不来吧？他肯定会来的。
思慕，许郎，我们跑错桥了。只恨梅溪相隔远，空望佳人手。好，许公子。许公子找我何事？无事。接连2日约我一叙，必是有事。我看你留不留我。既是无事，那我便先告辞了。许公子，后会有期。说是要走，这脚步迟缓，分明就是不想走。难道是在看辞旧留不留他？嚯，这姑娘有点意思。哎，不争气的东西。姑娘，请留步。你是？我乃许辞旧的大哥许七安。许七安，许家大郎，自小与许郎一同长大，虽是堂兄，却胜似亲兄弟。倘若搞定他，说不定是个突破点。许大哥，早就听闻您的大名，都说你是打更人里面最年轻有为的璎珞，颖悟绝伦，前途无量。今日得见，果然是青年俊逸，非同凡响。一句好话3冬暖，二弟呀二弟，这姑娘的段位比你高太多了。今日确实不是辞旧找你，而是我有事相求，这才拜托辞旧约你相见。许大哥，请讲。既然是许家的事，思慕自是尽心尽力，义不容辞。多谢姑娘，我因公务之需，想去吏部文库翻阅一下文案。辞旧说你或有办法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确有法子去吏部，只是我才疏学浅，怕是不能找到你所需的资料，耽误了大哥的要事。我正愁无地放矢，你便找上门来，只是有来有往，就看你上不上道了。绝对上道。姑娘所说确实是个问题。我虽想亲力亲为，但奈何打更人的身份，确实不方便私闯吏部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，不如这样，麻烦我二弟与你同去，如何？那也只好如此了。那就多谢姑娘相助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这样，我先去吏部打探一番，避免撞见我爹爹。
明日就请许公子到吏部门前的树下寻我。慢走啊！小喜，走吧。人呢，大哥？人呢？走了呀。你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还跟着吗？跟着呢，已经跟了3条街了。我就知道，许良心里定是有我的。哎呀，啊，喂！怎么了？许公子摔了个狗吃屎。啊！慢点，慢点，车慢一点。干什么你啊？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二弟，够了，有点过了啊！大哥，你先回家，我还有事，别跟着我。差不多得了，我走了。你拦我做事啊？我这是看你摔倒了，过来关心你，你怎么狗咬吕洞宾呢？老板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你这是唱哪一出？喜欢就直说呀，心里面澎湃死火，这面上却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你们读书人都这么矛盾吗？大哥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我与他，就像天上与地下，断无可能。何必妄自菲薄？就算你实在不行，你大哥我可是打更人银罗，同时兼任2位公主的客卿，我可以帮你啊。大哥算个什么东西？与他爹相比，不过是小卒一枚。这你就过分了啊！他爹究竟是何等人物，竟让你畏缩至此？以作为读书人的骨气呢？作为云麓书院尖子生的风骨何在？当朝首辅王真文。二弟，追得到！哎！元雄弹劾你收贿赂，曹国公弹劾你贪污军需粮草，还有这个啊，这都是弹劾你的奏书多的，朕今日都看不过来了。王真文呐，王真文，你做内阁首辅这些年，你到底做了多少朕不知道的事？义父，听闻这次曹国公又纵书弹劾，看来这次即便王党不倒，也得损兵折半。只不过这些罪证，我们打更人竟然一无所知，真有趣。王首辅近年来处尊居险，前几日又因运粮役一事顶撞了陛下，陛下借机敲打他，也是情理之中。那既然是陛下的意思，义父为何不顺水推舟？推荐王党一倒，就没有人挡您的路了。看来，你是觉得王党倒下了最好。那是自然。小柔，你要记住，一个熟悉的对手，永远好过一个未知的敌人。拿着。临安冲动离宫，有被公主教养，徒惹母妃担忧。如今负荆请罪，请母妃责罚。母妃息怒，临安只是因平阳之事受了打击，这才立功散心。
出宫前留了书信，如今也好好的回来了。出去，母妃，出去！临安知错，甘愿受罚。是该罚。瘦了，也黑了，但好在全须全有，分毫未伤。起来吧。坐下吧。御膳房新做的，尝尝。咸的。生来惭愧啊！身为一个母亲，我竟然连女儿喜甜喜咸都不清楚。你一声不吭，生死离果，实在可气。我气你任性善变，气你不识大体。可几天过去了，那股火便渐渐消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怕。我怕你像平阳一样。你却不会。这些年，我碌碌不安，忙于为你哥哥造势，忙于对你责备求全，到后来，发现忘丢了最重要的东西。不是的，母妃很好，是儿臣不好。儿臣功课潦草，做事也不认真，这次还任性跑出宫去，让您担心。母妃在后宫不易，儿臣知道。哥哥在东宫不易，儿臣也知道。儿臣都知道。不知不觉，我们临安也长大了，都上。母妃您不知道，我这一路上跋山涉水，餐风饮露，去了好多的地方，也遇到许多有趣的事情。我去了大漠，在那里看到了夜幕下的月牙湾，还目睹了沉寂1000年的冰瀑。
期间危险颇多，但好在我遇到了许多好人，都一一化解了。玉王妃说我吉人自有天相，但我觉得是平阳姐姐在暗中护我。许谦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在外游历多时，虽未行遍天下，却感豁然开朗。我的一生不止于大凤凰城，还有广阔天地。我所执着纠结之物，已不过惶惶人道，一粒尘沙。若不是得知许谦安死讯，情急之下匆忙赶回。许七安。那么一切就按刚才所议行事。关键是要看陛下的态度。看陛下这意思，过不了几日就轮到我们了。首府大人，告辞，有劳各位了。司慕过来了。是的，小姐去了文库。徐郎，你是不是冷啊？要不要加件衣裳？我不冷。那你是不是热呀？我去帮你把窗户打开。我不热。小姐，吃不留的点心。许郎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，尝尝。我不吃。我不饿。王姑娘，我们之前说过，我们现在还知道了，与理不合。许公子真不解风情，当真是个书呆子。许公子，卷宗繁多，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再吵呀？许郎，我，司慕，爹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谁？这是我新招的马夫。参见老爷。听闻你自诩君子啊？啊，看来不过孟浪啊。老夫说的是吗？许新年。啊！此处不收登徒子，休要再进吏部的门。赶快把小姐弄回去。
哎呀，这是谁家的蠢小孩啊？大哥，哎，我是不是你的小心肝？哎呀，你这话问的比大哥的头还突然。昨天我听到爹喊娘小心肝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喊我小心肝。因为你不是小心肝呀。那我是什么肝呀？你是脂肪肝。脂肪肝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应该是不太行。对了，看见你二哥了吗？我看到。现在回来。哎，怎么二了？去过吏部了吗？哎，王姑娘，许郎他人呢？里面。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他今天被人羞辱了。啊？他说，他此生绝不再踏入吏部一步了。无事无事，我去看看他。许郎心敏多思，我实在很担心他，麻烦大哥了。不麻烦，自己玩啊。漂亮姐姐，真乖，你能不能告诉漂亮姐姐，你爹娘在哪里呀？姐姐这有好吃的，都是你的。在那边。走，我们去找他们。辞旧，许七安，都怪你。怎么能怪我呢？是你叫我去的，我读书人的脸面丢尽，前途尽毁，颜面扫地了，我成了过街老鼠了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此事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不过就是被一脚踢出了吏部，过几天啊，大家自然就忘了。不过，就是啊。大哥相信你，今日你虽然被踢了出去，但是日后你一定能凭自己的本事，堂堂正正再入吏部，一雪前耻，扬眉吐气，届时就连王征文也得高看你一眼。真的？只是你万不可因此堕了志气。你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二叔二婶也该难过了。我这原本以为二郎已是天人之资了，今日得见，才发现他竟只继承了大人您的5分英姿和夫人的3分美貌。又说句大实话，真是。我说他们会难过吗？对，他们不知道此事，不能怪他们。王姑娘倾慕于你。方才见你失落，别提有多伤心了。我懂。还没有问姑娘贵姓啊？对，与我们家辞旧是如何相识的呀？我乃辞旧的师友，夫人，您唤我思慕便好。哦，思慕，哟，好听哦，这个名字。这学府虽是小门小户，财力却不容小觑，这连瓷器都是古董，看来是深藏不露。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我差点忘了，初次到访略备了些薄礼，还望诸位笑纳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不用的。是啊。夫人，这一套是送给您的。哎呦，这也太贵重了，这不能收。这跟夫人的身份和气质相比，怎么能算贵重呢？这是我亲自为夫人所画，再托工匠去打制，还望夫人能喜欢。哦，你亲自画的呀？哎呦，这也太好看了！很好，看来当家主母是个心性单纯的女子。哎呀，
王姑娘，这初次见面哪能收你如此贵重之礼物啊？大人，这把刀乃是制刀大师顾还真所制。顾还真，此人不是已经隐退山林了吗？是，我去拜访了3次，他才终于被我的诚意感动，这才愿意出山锻造了此刀。这得花不少银子吧？果然，这未来公公是个痴迷武道的武夫，相处起来应该不难。宝刀就得配英雄，怎么能用金钱来计量呢？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啊！这得花不少银子吧？果然，这未来公公是个痴迷武道的武夫，相处起来应该不难。宝刀就得配英雄，怎么能用金钱来计量呢？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啊！为什么呀？你骗我，许家，我再也不信你鬼话了。你走，你走，让我自生自灭吧。这个家没法待，没法待了。我没有家人，你出去，出去。好的话，夫人，你就是许灵月妹妹吧？果然如二郎所说一般，花容月貌，胡质鸾庭。思慕姐姐谬赞。思来想去，还是送你这个最合适。啊！哎呀，这不是美颜坊的美颜膏吗？亮肤养颜，效果奇佳。之前李婶送我用了不错，我排了几天队都没有抢到。哎呦，思慕姑娘，你真是有心了。因为用了一点点小手段，无妨。只有这个才能配得上妹妹的国色天香。我先替你试试。多谢，思慕姑娘费心了。看来这位许家小姐不似其母，颇有几分手腕，如此倒是让人期待起来了。其实还有一份礼物要给你，想不想？这里有一本最新的诗集，妹妹可以拿去翻翻。谢谢姐姐。这是谁呀？这么好奇。我刚刚来的路上经过了桂月楼，给你买了好吃的。哎，豆丁还不快谢过王姑娘？谢谢偏偏姐姐，快去吃吧。来的太过匆忙了，准备实在是不周。周实在太周了。哎呀，思慕姑娘真的。你这远道而来，一定口渴了吧？你说这我们小门小户的招待不周，不要见笑啊！是啊，怎么会呢？这一入徐府，如入芝兰雅室，见了夫人，才明白为何能养出二郎这般才华横溢、心地纯善的公子。这又是句大事。哎呀，哎，别的不说啊，我们家辞舅真的是苦读18载，颇有才学。将来要是考中春闱，那前途，哎呀，真的是不可限量啊！我与许辞舅，寒窗苦读18载，今朝这前途尽毁。成了大凤如林的笑话，糊涂啊，糊涂啊！我为何要听信奸人谗言，竟落得如此下场啊！天不生我，许新年。许仙安，你劝劝我呀！辞舅，算了，喝点热水。热水，热水，糊涂啊，糊涂啊！许仙
只是近日二郎因为我的原因，颇受了些打击。哎，姑娘你多虑了，辞旧自小便是个听话的孩子啊，乖巧懂事，沉心静气。 从不干出格之事，也不会让人操心，是吧？当真无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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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妨。天不生我，许新年，大风万古，如长夜。思娇啊，差不多得了，大哥累了，回去睡会儿。哎，不是你玩真的呀？算了，哎，大哥错了，你快下来，你快别救我！一会儿真出事了，你快下来！我死！哎，你别闹！你别闹！大哥错！哎呀，二郎就在此处。哎呀，二郎啊！一会儿真玩出人命了！哎呀，二郎正在温习功课，还是不要打扰他的为好。干嘛呀？任思慕姑娘远道而来，温习怎么了？晚些温习又没事。雅人进徽了。我家二郎从小就愿意读书。相公说的是啊，为学须及早，还是让二郎好生温书吧。是啊。我有些话想跟他说。大哥觉得此事如何？此句甚好。诸位有事？没事，没事。既然二郎正在温习功课，那咱们还是不打扰了吧？哎，对呀。等等。今日之事，我替爹爹向你道歉。但我相信，以许良的才学，有朝一日，定能登内阁，拜宰辅，平步青云，达成心愿。哎呦！许良既在温书，我便不打扰了。改日再来登门拜访。公主，怎么样？杨有德说父王在忙政事，让我先回宫。
陛下九五之尊，日理万机，自然忙碌。他是在生我气呢，不愿见我。奴婢方才听人讲了一桩笑话，讲给公主逗逗乐子。被踢出礼部。对呀，好多人都看见了，而且听说那许二郎捂着肚皮像死鱼一般，久久都不能动弹。真是怪哉！这许仙英武聪颖，怎么会有一个如此憨傻的弟弟啊？一个读书人，竟跑去得罪能够决定他功名前途的内阁首辅。公主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听说这许二郎倾慕首辅千金，这才惹得首辅大人如此气愤。可那许二郎也算云麓书院众学子中的翘楚，青年俊洁，这王正文还有什么不满的？俊杰又如何？这大凤啊，可不缺读书人。这许二郎嘛，出身低微，又无官无爵，纵有几分才学，可是这与首辅千金比起来，也不过是云泥之别。门第之别，真这么重要？当然了，这大凤可是讲究门当户对的，那可是当朝首辅，他许二郎不过是个白丁。别说许二郎了，就算是屡立功勋的许大人，也无法与之相配。公主，公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许大人聪明又有手段，与他相配，绰绰有余。公主，本宫从未吃过如此鲜美的滋味。御膳房换大厨了？没有，只是这里面加了一味调料，叫鸡精，可以激发食材之鲜美。而且，这鸡精的发明者是许仙。是他。母妃，此人才华横溢，不仅会写诗，而且会断案。此前云州追讨税银言，就是他统领的全局。此等人才，右手的客卿，母妃大人是不是应该予以一些奖励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此他子爵之事呢，我会寻着时机跟你父皇一提。他的功劳，你父皇看在眼里。既没有赐封，那便是另有安排，非你我可左右的。母妃大人愿意说，就是帮了大忙，多谢母妃。来，快吃吧，你也多喝一点啊。这是何物？王真文被政敌弹劾，魏公叫你把这个密信送去吏部。这是……若是这些黑料不是这些密件流传出去，不知道有多少京官要因此获罪。看来大凤的官场要大洗牌喽。这些密件可阅者屈指可数，怎会轻易流传？若非今日魏公吩咐，你以为你能见到这些密信？大根人要助王首辅一臂之力啊！不是，事关重大，又涉及党争，魏公为何又选我？魏公说了，此事只有你去办才能说得过去。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全京城都传遍了，许新年为了王思慕在吏部前被一脚踹出，你许谦身为大哥挺身而出，为了成全此段家园，你悄悄潜入打更人暗读库偷了密信，送了王真文一份大礼，意在修上关系。魏公可写的一手好故事，不当编剧可惜了。编，事关重大，我现在就去办。等一下，你就这么去啊？打更人暗读库岂是那么容易潜入？
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知道，你迟早要落在我手。怎么样？没下狠手吧？没有，都没打着。他说他有更好的故事，可事半功倍。故事是这样：你许新年为了王思慕，在内阁前被一脚踹出；你为了再续此段家缘，偷偷潜进你大哥的房间，道出密信，送给了王征文一份大礼，意在修缮关系。记住，让王姑娘转交，效果更佳。大哥写的一手好故事啊！哼，那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就去办。等等啊，你就这么去啊？那你大哥的密信岂是这么好偷的？哼，大哥想得周到。哼哼。选一个吧。哪个？不疼？都疼，越疼效果越好，越疼越感人。放心。大哥手上有轻重，保证不让你伤筋动骨。这个吧，小巧玲珑。好，这个好。一爬下去6个窟窿。不妥，伤口不好愈合。这个吧，比较平整，至少不会留窟窿。这个更好，保证能把你的脸扇肿。不妥，思慕最在意的就是我这姣好的容颜。就这个吧，虽然大了点儿，但是别往脸上打，我可以忍住。好，榔头好，一步到位。保证头破血流。不妥不妥，读书人脑子最重要。还是这个吧，今晚上我就不给娘炖汤了。咱们家这么有钱，不差这一顿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不改了？不改了。满足你。哼！我打！小姐，你快看，给你。快去吧。许郎，思慕，许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无事，今夜叫你来，是有东西要给你，请你转交给王首府。哎，这些密信，你是从何得来的？是从我大哥处得来的。你大哥，他不是魏渊的心腹。许郎，你，哎呀，你让我看看，他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啊？不是我大哥打的，是我自己摔的，绊倒的。痛不疼？不疼。思慕。许郎。思慕。按久了也是会疼的。啊，对不起，许郎。明天我去了大理寺和督察院，让他们不要定罪，但没想到还是晚了他曹国公一步啊！
哎呀，孙大人，就此事我也联络了其他的太子党，但他们听到风声，都唯恐避之不及呀。首辅大人，要不就运粮役一事，您向陛下服个软儿。运粮役本就是祸国殃民，我服软容易啊，可是百姓之苦可就难了。实在不行，老夫就致仕。首辅大人，万万不可呀！首辅大人，万万不可呀！万万不可！此时致仕，恐怕正中了他姓曹的下怀。我致仕也没什么不好啊，就全当是激流勇退，总好过惨的收场吧。再者说来，致仕后可以起复啊。君子嘛，就应当趋利避害，当退则退。可是为官者本应明鉴，我官拜首辅，有些话我不说，天下人就没人能说了。爹爹，女儿有事求见。思慕姑娘知书达理，若无要事，断然不会前来打扰。进来吧。何事啊？女儿前来是为解爹爹和诸位大人忧心之事。有了这封信，咱们就便有了后发制人的良机。不，这信是从何而来？此乃被你一脚踢出吏部之人，不计前嫌，甚至不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亲自送来的。他的大哥是打更人许七安。这么大了？是。朕记得当年见到他的时候，还是这么高的娃娃呢。谢陛下还记得小女？拜见陛下。听说贵夫人抱恙在床。夫人只是身体稍有不适，让陛下惦念了。有德啊，在。安排人去一趟灵宝阁取一颗金丹，送到王大人府上。谢陛下。陛下唤臣。那咱们改日再续吧。是。去送送王大人。是。陛下，臣告辞。今日早朝，陛下竟改变了心意，不仅驳回了首辅大人的辞呈，还赦免了他的罪责。属下猜测，那几封密信，或与曹国公有关。曹国公乃父皇亲信。不曾依附其他党派，只替父皇办事，因此多年来手握大权。想来此番是王征文拿住了他的把柄，父皇才会让步。朝臣弹劾王征文之事，其中几分真假，父皇洞若观火，不过是威震百官，杀鸡儆猴。只是一夜之间，王首辅定能扭转败局。当真令人意外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王征文怎么会有这些密信啊？对，是魏渊。有德，奴才在。朕有些乏了，扶朕去歇息了。是，陛下。魏渊与朝臣勾结实属大忌，不得不防啊！陛下，陛下，你管好你自己吧。若是魏公出手，陛下岂会置之不理？父皇心中明镜，魏公心怀天下，其谋不在庙堂，其志不在党争。
监察百官，本以为是大言无当，如今看来倒是颇有些手段。不过是为朝堂做事而已啊。那么打更人帮我究竟是何用意啊？谷米1斤8文，粗米12文1斤，精米18文1斤。哎呦，2年前这个时候，4文钱便能买上1斤带皮的稻谷，6文钱便能买上1斤粗米。魏公，你若是要跟我商讨米价，去我府上，我能与你数上一夜。到了今岁，物价竟然翻了1倍啊！近2年是多事之秋啊，北方有战事，南方闹了旱灾，国库日渐空虚。我是顶着宫里的压力，压着今年的田税没涨，可境况依然如此。四方无事，物价变低，疆域多故，土地荒芜，道路耕阻，物价变贵。你我身居高位，虽然心怀百姓，但是事不经历不知难啊。天子脚下尚有百姓困于生计，这普天之下会有多少人命运如同稻米一般碾落成泥，却沉默不语。魏公体察民情，心怀百姓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首府大人，魏公请，魏公请。我帮你，是因见首府大人面对滚滚大事、君王之怒，依旧守着本心，替百姓发声，是以我有要事相托。魏公有何事相托呀？巫神教在北境肆虐，屠戮百姓。不日，我会请命陛下攻打巫神教。啊！届时，劳烦首府大人替我守住朝堂，守着大风。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。大人，打更人银罗许其安求见。这没有陛下旨意啊，打更人啊无权进入吏部。二位，请回吧。是，兄弟，在下许其安，许新年的大哥啊，久仰。打更人银罗啊，银罗啊！不是，我是奉魏公的命过来查案，你们是不是没跟你说清楚呀？啊，那我再说一遍，咱们吏部种地没有陛下旨意啊，打更人啊无权进入。二位，请回吧。大人，通融一下，通融一下。啊，好啊，通融，通融，通融一下。来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夹着手。哎呦，拦我干嘛？还有招，还有招。你也太磨蹭了，等你半天了。哎呀，突然意识到跟你们这种社会人办事儿就不能穿官服，穿了也没啥用。哎，你说这个王真文是什么意思？
知不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？还有刚才那小官啊，他多小一个官啊！你看他那一身官僚的样。还有，刚才你拦我干嘛？你要是不拦我，我肯定把他吏部掀翻。你冷静一点，我已经托人去带话了，让王姑娘那边使使劲。是吗？那行，走了。不是，干啥去啊？不合计合计啊？合计啥呀？有事苏苏找你。哎，付钱了吗？老板，关我账去。好嘞。哎，小孩，把我荷包给我。你的？你怎么证明是你的？我积极捡到的就是我的。哼，这荷包里面有金瓜子儿，上面还刻了一个之字，你打开看看。拿来吧你。哎，给我荷包！干嘛呀你？给我荷包！想动手是不是？你打听打听我是谁？你敢跟我动手？给我荷包！啊，什么你的？我的。这是我的荷包。你怎么知道这个荷包里装的是金瓜子，上面还刻了个之字？因为这是我的荷包，所以我自然知道啊。你的荷包？这上面是刻了个之字，但里边装的并不是金瓜子。这里边写的是王八蛋。他就说嘛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每次出门必掉荷包，合着我之前掉的荷包都是你这个王八蛋偷的。看来那个倒霉蛋出现了。大姐姐，是他偷你的荷包，我亲眼看到的，是吧？大姐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他还打我呢。哎，你这小子，怎么着？这荷包到底是谁的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我现在怀疑你们俩是设局，团伙诈骗是吧？来，有什么话跟我去衙门说，走不走？不去。去不去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哎什么哎？同伙跑了吧？你跟我去衙门啊？这次就算了，若有下次，定不饶你。信不如使命，公子，600两，多谢啊。爹爹这手字真是越发精进了，这简直就是力透纸背，入木三分。只是这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似乎与爹爹今日的行事略有相悖啊。不是你说了半天，到底是何意呀？有一点啊，你要是为了许家的打更人而来，那就不必多言了。怎么，爹爹也觉得被说中了？爹，你也知道那许家有恩于您，您这样避而不见，岂不就是亏于天，作于人？哎呀，那许家二郎语气凶张，那显然是沆瀣一气呀。木儿，你这么聪明伶俐，总不会被这苦肉计蒙蔽了吧？确如爹爹所言，许郎所为不过雕虫小技，但是女儿看中的是他能为我做到这般地步，足见真情。就算是苦肉计，女儿也开心乐意。更何况他此举还不是为了让您改观，想让我改观，待他考中春闱不迟。那话说远了，爷您还未打我，为何不愿意帮许家？如此小气行事，岂不让人瞧不上我们王家？而吏部乃朝廷重地，自从14年前爹爹任职吏部侍郎起，从来不曾有过打更人进入库房。大封建朝以来，也从无破例呀。那不进去，不就可以了？你这碗鸡汤料下的够猛的，你。
行了，也得喝饱了，拿着吧。生秘制金疮药效果甚佳，且极为难求。爹，您这是要给谁呀？给你的苦情许郎。楚兄，不好意思，耽搁了。久等了。事情进展的如何？别提了，被一个糟老头子给坑了。好酒，此乃30年窖藏佳酿，入口醇厚。今日不谈忧心事，不如一醉解千愁。干！干！来了啊！疼，疼你就忍着点，轻点儿。哎，不上了，一点小伤，不碍事了。这还小伤啊？哎，不过我只打你一下呀，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这划痕哪来的呀？我又自己加了几下。啊？不过伤得再重又有什么用啊？不还是连王首府的面都没见到吗？大哥失策，大哥再理上你啊！不上了。我昨日幡然醒悟，以王首府之老成，我们这点小把戏，恐怕一眼便被看穿了。我还是好好温书，方为正途。你也不急这一下吧？急！大哥，你教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结局只能是弄巧成拙，不知何时才能再与思慕相见。现如今，我唯有春闱高中，考取功名，才能有资格再登玉门。大哥，你出去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是，辞旧，你听大哥给你解释解释。不听，那我给你狡大辩。哥二哥，你们都在哪？正要与你们说呢。王姑娘来了，娘亲正在招待她。哪个王姑娘？还有哪位王姑娘啊？这都是我们辞旧那小时候写的字儿。哎呀，你看，这还有2青蛙呢。许良现在这一手狂草写的肆意洒脱，这小时候写的字儿都这么可爱。哎，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，哎，是挺可爱的。哎，还有，来看看这个啊，这是我们辞旧百日的时候啊，我们专门请的画师给我们全家画的画像。夫人，您还是跟当年一样年轻貌美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你看，辞旧这哭的呀，把我给急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呀，我才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你们裤子了呀！别看了！哎呦，王姑娘，哎呀，这慌慌张张干什么嘛？这客人在啊！哎呀，弟妹来了！什么时候来的？什么弟妹啊？有辱斯文，这足无礼。来了。弟妹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小子啊，方才还怕见不到你，说要发愤图强，现在见到你了呢，扭扭捏捏。哎，许辞旧，你们读书人是不是都口不对心啊？别听他们胡说。当真是胡说。也不是。对了，大哥，有要事跟你商议，借一步说话。哦，好。我爹爹说，库房乃朝廷重地，外人非诏是不可入内的。不过现下正是梅雨季节，天气潮湿，这些案牍文宗要是受潮发霉了，可就不好了。所以他们今日会将所有的资料都搬到后院去晾晒。我都已经打点安排好了，你坐我的马车到后院，自会有人接应。多谢弟妹从中斡旋，二弟好福气。喜郎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不疼。
大郎，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办吗？啊？哦。对，有正事赶紧去办啊！啊，是，这就去。哎，婶婶，我那打更人官服你是不是给我洗了？放哪儿了？找找。去查查。你帮我找找，你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官服赢的你不能洗，你洗我官服干什么？都走了。我问你个事儿呀。你们刚才不是一直都在说什么？哎去，什么朝廷重地呀？王姑娘家来头不小吧？婶婶眼光毒了，他爹的确当朝人质，官儿应该也挺大吧？还行吧。还行是多大呀？你，我拿二叔给你举例子，二叔是御刀尉，官职7品，婶婶是知晓的。啊，知道，你快说。他爹也就比二叔大个6品，清楚了吧？师傅，走吧，让马跑快点。疼吗？区小伤，何足道哉？徐郎，你可知这药是谁给的？这个药是我爹特地给我的宫廷秘方。我爹，他既然已经愿意暗中帮助许家，又不阻止我来见你，你如此聪慧，可知这是